怎么没去修习呢？你愿意同我合修吗？什么？我的腰力要反噬了。听说合修能以仙家清气调和腰肋浊气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再想别的办法。果然积蓄了许多浊气，怪我之前没有察觉。此处风清气爽，正宜合修。桑九，闭上眼睛，随我一同吐息。原来合修便是如此。阿兄做什么支支吾吾的，我还当是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桑九，靠近一些。桑九，桑九，曾是遗忘。这疗愈结界倒是耗费了许多天才地宝。天欢圣女，太好了，我去告诉神君。不必了，我亲自去告诉他，谢他为我摄镇疗伤。圣女，怎么了？圣女这时候去恐怕是不妥。神君正与夫人一同修行。夫人？明夜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夫人？圣女，圣女，圣女。
我感觉好多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桑九，以后若再有浊气集聚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晚安。所以，那蚌精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我与桑九成亲，已是3个月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。3个月前，是我随你征战四方，是我陪着你在这玉清宫中散步，是我为了你，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。镇水石上的冰晶，是你挖下来的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时你要死了，我得救你的命。早知如此，我便不去拼了命的救你，也不会到如今一无所有，寄身篱下。你从小便在这玉清宫中长大，没有什么寄人篱下。那明夜，你告诉我，你与那蚌精每日在这里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我算什么？伺候新夫人的奴婢吗？铁欢，没有人把你当成仆婢。你若心中实在过不去，我可以带着桑九离开，另寻住处。明夜，你是战神，这玉清宫是你战神府邸，你为了他，连这玉清宫也不住了。何不干脆连这战神也一并不当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今日情绪激动，待你明日平和一些，我们再聊。好，好。明夜，那蚌精如此卑劣，见你的恻隐之心设局攀附，以当局者迷，我该如何让你看清？便是你们2人同那蚌精走的近些。参见圣女。是桑夫人主动找我们打听神君喜好，奴婢们才多说了几句。哦，桑夫人刚来几日，千方百计地讨好神君，奈何神君并不领情，直到说下去。直到他在那棵仙奈树下等到了神君，神君见桑夫人登高爬树，乱摘果子也不责怪，反而与他日渐亲密了起来。仙奈树，给我把这树砍了！是。好可惜啊。原来你叫桑九。天欢圣女，
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是啊，我终于醒了。还多亏了你当时在漠河照顾明夜，不然我那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也谢谢你这阵子帮我照顾明夜。我有些事正好想要说与你听，不知桑夫人可有闲暇？所以是明夜叫人将树砍了的。是啊，我连你年有远嫁，这才私下里告诉你，这些话可别让旁人知晓了。多谢你。听说你每日在他案前放一只红奈果，可你是否从未听过，明夜战神最讨厌别人进自己住处，碰自己东西，被他人纠缠。神君好像也没有什么喜好，也不大喜人亲近。我听说过，可我以为什么？以为你是特别的，以为他喜欢你。那我今日便好人做到底，多与你说几句吧。你父亲携恩图报的事，上清神域无人不知。明夜战神助你去除浊气，不过是怕他人指指戳戳，被逼无奈罢了。何况明夜从前为仙体，如今已是半神之躯，金丹纯净。可是你能污浊妖气，于他而言便如同洪水猛兽，对内丹损伤尤甚。明夜每日领兵与魔君厮杀，生死一线，若因被你的妖气污染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可会后悔。我不知道这些，才与他合修的。若我的妖气会有碍于他，我绝不会提及此事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他该告诉我的。他是男子，又是战神，怎么拉得下脸好意思告诉你？只是与你合修，便会给他惹上麻烦呢？明夜今日天不亮便领兵出战，不知现在怎么样了。不过才合修过一次，他是战神，也不至于脆弱到这个地步的。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若没有他助你合修，到时候你妖气反噬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，只能再另想办法了。看来今天我当真要好人做到底了。既然我搅和了你们合修的好事，自然是要替你想想办法的。天欢姐姐，你有法子。等你日后妖气郁结之时，不必去找明夜，来找我吧。那便多谢天欢姐姐了。明夜不高兴，为何不同我说？拿你出去做什么？明夜，明夜，多谢，先放那儿吧。这个送给你，多谢你今日帮忙。
今天就是与桑九合修的日子了。昨日桑九本该来找我合修，我等了他1日都没来，不知他有没有遇到什么事。你那小棒精莫不是跟人跑了？什么？那你近来成日虎这个脸，看着要吃人似的。哎，人家桑九是姑娘呀，你直接去问，她怕是得害臊。算来许久未合修，浊气聚集，桑九也该出现了。这次我定与他说个明白，妖气反噬非同小可，明明约了3日一合修，不能总这般拖延。今日上清神域，月明风清，桑九喜欢星星，我先为他搜集星辉，到时一并送给他，希望他欢喜。天花少女，你的妖气又要反噬了，对不对？不必说，我也知道。大老远便闻见那股妖气了。别担心，跟我来吧，别惊动了旁人。这口药泉名滴髓泉，浸泡其中，便可洗涤妖气。你们上清神域的宝贝真多。不过，既然这里住的都是仙人，要这涤荡妖气的滴髓泉做什么？上清神域虽是神仙所居，但千万年来也偶有1、2妖族到此。这滴髓泉天生天长，谁知道究竟因何而生呢？水不冷不热，刚刚好，快下来试试。桑九妹妹，怎么了？这药泉泡起来好痛啊！明明很舒服啊。说不是我事务繁忙，真想同你一起泡一会儿呢。我明白了，滴髓泉专敌妖气，你如今妖气正盛，自然会疼些。不过很有效用，你看方才进过泉水的地方，是不是已经恢复了？真的？还不快下去？嗯。
万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。明夜最忌身边之人私交过密。你放心。果然有用。东西拿来。没人知道吧？圣女放心，那一月族人已被我杀了，无人知道他这瓶弱水的下落。这小小的一瓶弱水，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。无论仙妖神魔，皆无法抵挡这弱水的灼烧。只要碰上一点，无论仙气妖气，都会消云殆尽。可惜只能兑在泉水中给你用用，取不了你性命。你什么事？明夜，你在等人吗？等你那个蚌精夫人。你若是闲来无事，在此处看风景便罢了；若是在等他找你合修调气，那我可要提醒你一句，他可用不着你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你难道没有察觉吗？这阵子桑九对你异常冷淡，今日他本该来找你合修，但却跑得没了影。连我都看得出来，他在躲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强按头的婚约，彼此无情也是常事。不过你也不要怪他，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啊，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你怎会知晓？别激动啊，他这些日子以来妖力渐增，你也察觉得到吧？今日他可是本该来找你合修的，却跑得没了影。你若是不信，待他回来一问便知。明夜哥哥，这种事情强求不来的。你若是非要强求呢，那我便替你劝劝他。都是女子，话总比你要好说一些。不必。好啊，那你就在这等着吧。好疼啊！不对，
治好了伤，会不会又有妖气？算了，不能拖累明夜。可是我的一片真心，明夜会在意吗？那2个神明啊，要试探国王的真心，一位化作一只小白鸽，一位化作一只鹰隼。鹰隼就追着小白鸽，扑到了国王的怀里。小白鸽跟国王哀求说：“救救我吧，赶快救救我吧！”国王是个心诚之人，便对鹰隼说：“那你吃我的肉吧。”鹰隼说：“我吃你的肉可以啊，但是我要吃跟小白鸽一样重量的肉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就吃亏了吗？”国王呢，就答应了。于是啊，他就让人拿来了秤，他把小白鸽放到秤的那头，他呢，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，放在了秤的这头。结果，你猜怎么着？肉的分量不够。于是呢，国王又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放上去，结果还是不够，把自己2条腿上的肉都割光了，可还是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见过鸽子，比咱们河中的青鱼还要小得多呢。那是因为啊，这2个神明啊，要考验一下国王的诚心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国王啊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他呢，就一下子扑到了秤盘上，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去换。结果呢，正是国王的诚心感动了神明，国王啊，身体完好如初，他自己也飞升成神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是一个人的诚心就要割他的血肉呢？哎呀，求神的人那么多，每一个都说自己诚心，若是不要他受这不能承受之苦，又怎知他是不是真心呐？我要坚持下去，不让明夜为我担心。这几日都不见桑九，他究竟去哪儿了？莫非真如天欢所言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他。明夜，我这几日回漠河小住，不必担心我。他这是在避着我吗？最近战事频繁，不知桑九是否从漠河回来了？为何还是遇不到他？好想明夜呀，但是我不能去找他。明夜，听说你又出征了，祈求你平安。我喜欢你好久好久。明夜，你何时才能看到我的真心？从前，嬷嬷总说夜里睡不着，只好以妖气居住消磨光景，竟攒了满满1斗珍珠。我还笑话过她，没想到这么快便轮到我。
待轮值结束，我一定要回去找桑九，哪怕他真的在躲我，我也一定要见到他。报，300里外发现有魔众踪迹，不过他们并无攻击意图，正在向魔域方向聚集。向魔域聚集？是。走，随我一同前去探查。是。诸神降临。明夜，你此次亲去魔域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消息？魔神确实有所行动，居心叵测，因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商解决之法。此次我潜入荒渊，发现魔神在演练一种阵法，名为同悲道。此阵似乎可以吞噬尽天下清气，届时生灵尽死，妖魔滋生。若他成功，这个世界岂不是将沦为炼狱？绝不能让他打开同悲道。可如今看来，魔神已是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，如何能够阻止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能诛杀魔神吗？明夜，你去召集我们，可有良策？有。魔神演练阵法时，会抽出邪骨，亲自接引天地浊气。邪骨不灭，魔神不死，那么，当邪骨立体时，魔神是可以被诛杀的。这是唯一的时机。可邪骨连接魔神和同悲道，要如何才能取得？是啊，明夜，我们该如何协助你？你又打算怎么做？魔宫附近可以设符，待到阵法开启，魔神只能死守阵眼。届时我会全力将其逼离阵眼，让阵法停下。那我通往魔宫中魔兵众多，我以咒神之力凝滞时间，用时间牢笼将魔兵分开，这样你只需对付魔神一人。我乃雨神，天地间无处不可知。我可趁魔神不备，将邪骨带离魔宫，带往天柱将其封印。天柱乃天地间至高之所在，柱中汇聚天地灵脉，确可封印邪骨。日君，请授9曜天罡阵。看来，是时候动用此法了。确实，要困住魔神，只能用此阵法了。9曜天罡乃天授之法阵，为囚禁魔物而生。但是此阵一开，除了能操纵空间的初皇，无论神魔都将被困在此阵中，无法逃离。明夜，真的要如此吗？魔神乃是由天地浊气而生，孕育它的是这世间无穷无尽的痛苦、悲伤和仇恨。只要这世间悲苦不绝，魔神便不死不灭。即便是我等身为神明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，只能赌上这一线之机。到时候，待纪泽与初皇离开，我会以真身拖住魔神，与他同困阵中，不死不休。诸位也不必管我，就算被困阵中又如何？大不了拼个神躯陨落，平常事罢了。你们既然不顾生死，我们又何惜神力？必要时，我等大可燃尽全部神力，
在九星连珠之时引动星辰，落下星法，助你击杀魔神。星法之下，一切灰飞烟灭，片甲不存，魔神定亦不能免。耗尽诸神之力，也只能启动一次星法，定要瞄准些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小明夜，去吧，你放心，还有我们在呢。季泽有幸，能与诸君相逢一场，在这上清神域逍遥万载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此香送出，不知还能得几人还？又或者这一遭后，世间再无神女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诸位，愿我们山水有相逢。我听闻有人在外助他合修，所以啊，他大概是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此一去，或许再无归期，明夜就此别过。此后，3界生灵存亡，还需仰仗诸位了。也好，此一去，我必生死魂灭。若桑九已寻得心仪之人，与他相知相守，好过一个人守着玉清宫终老。桑九，我放你离去，待我击杀魔神，你便可以与相爱的人平安喜乐，相伴白头。是明夜让你给我的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，红珠，圣女。还不快给桑夫人送去！是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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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夜。叫人送来一张纸算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再见我，你就当面和我说明白。明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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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话呀！桑九，我给你12个时辰，收拾行李，离开玉清宫，离开上清神域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我究竟是哪里惹到你了？
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什么都不敢说，也什么都不敢做。我连多看你一会儿，同你说句话都不敢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打算用一张纸就让我滚蛋吗？从一开始便是你父王逼我，并非我心悦于你。我深系四周三界安危，你却屡屡纠缠于我，要我教你练剑修行，替你清理浊气。我已经厌倦了这些，便只能将你休弃。桑九，你要放弃我，希望你幸福。
繁星时，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时，花散间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影时，随云时，怀抱一只蝴蝶。不得是浊水里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盐酸到说梦话。青丝盘几圈，一岁无爱，一报无尽的后怕。我经历万千时光走马，独行过一瞬悲哀呀。辞去了满身鸦羽不杀，前程如月光无暇。桑九，是你。我要走了，来同你告别。好。我从来不知你竟会喝酒，也好，正合我意。桑九，你有话要对我说？不，是临走之前，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一直欠我的。什么东西？你欠我的那个洞房花烛夜。你放心，这是我亲自结的赌注，只能让人无力片刻，不会伤及性命。桑九，对了，他还能让人说不出话。今夜过后，你我结缘世界，一别两空。
桑九，你我终是没能好好道别，我最终还是辜负了你。今日，对，就是今日。我们付出这么多代价，准备了这么久，皆是为今日一战。魔兵已聚集在魔宫附近，他想以铜杯道笼罩三界。若他此举成功，便会使得万物尽毁，生灵尽亡，民坠涂炭。诸位可愿随我一同诛魔？愿随战神诛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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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之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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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之主。网之主统御10万魔修，好大的阵仗！我们同为魔神驱策，二位不必称我什么网之主，叫我地面即可。网之主对妖魔可真有同僚之爱，难怪会为了投诚于魔神，不惜与妻子决裂。若是你俩阵前相见，会是何等场面？大事当前，我等还是先想想如何毕其全功吧。光明无主，今日吾要一统三界，这铜杯道大阵可试尽清气，令浊气充盈寰宇。过不了多久，举世皆魔，与吾同享这万古悲凉。死应精灭地免，气上你们的魔气。以魔气为媒，助吾绘出阵法。这就是魔神的灭世法宝。能为铜杯道开启护法，是尔等之幸。万物同悲。父皇，
这边就交给你了。明夜，你还好吗？你在哪里？和离后的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？一定还在忙于战事吧。偶尔还是会不争气的想起你，担心你受伤。希望你好好活着。明夜，你还活着？妖魔未灭，明夜岂敢生死？我们必须要在阵法完成前阻止魔神，届时分秒必争。我会先行前往魔域。魔域中不只有魔神，还有三魔和万千妖兵，以寡敌众，你先行进去，也阻止不了魔神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必须要去，把三魔从魔神身边拉开，先把魔神孤立起来。欺人太甚！明灭，让开！小明夜确实把他们拉下白骨祭坛了，希望一切能如计划所想。明夜，我准备好了。魔神，该轮到你了。竟敢对无主不敬！杀了他！此乃时光之劳，若想回溯时光，修为尽废，你们大可上前。众神兵听令，今日随我诛灭妖魔。
荡清魔域，不死不退！不死不退！魔神，你竟创出如此悖逆天道的阵法，可知此法一旦开启，3界必遭覆灭之灾。万物覆灭，世上才永无罪业，吾也能回到虚无。可怜那些被你骗的魔众，以为你要带领他们一统3界，却不知你的真实意图，只是要他们送死。苏灭，别管神兵。 先破开时光之牢！无论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，你们却奈何不了吾。咒神的时光之牢敌不过吾之魔将，而以你之神力，更无法撼动吾分毫。 我不可以，但我们可以。剑之魔，哈哈哈哈哈！ 很好，刚才那一击，吾确实没想到。雨神，可对吾来说，送死的是1个还是2个，并无区别。飞道已停，浊气已散，诸位速支援神兵！能停止同悲道，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。小蛟龙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原来魔神也会害怕。哼，你可真有意思。这一次，吾可不会轻饶了你。今日，无论生死，我必将你诛杀。是吗？那就让吾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！
伤及魔神，待将邪骨封印，便可将其彻底诛杀。父皇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抓到你了，是我抓到你了。还没结束，时机到了，不要天罡，嗨！开！那是什么？就要天罡阵。天罡阵不破，无论是谁，哪怕是尊上，都没有办法从这离开。父皇，邪骨交给你了。不好，邪骨！先追随主上，杀尽神兵！魔神想要突破天罡阵，坚持住！出去！你成功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天罡罩已成，谁也别想离开魔域。以我二人气力，定有办法格杀魔神。看来，只取邪骨对他削弱不大，这恐怕是一场鏖战。所幸，天罡罩已成，只要将邪骨封印，诛杀魔神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可恶，出不去又进不来，到底该怎么办？那是初皇的神力痕迹。地面去哪儿了？天罡阵不是出不去的吗？跟上，跟上！怎么回事？季泽，才耗尽神力凝滞时间，再硬撑下去，会燃尽神髓的。魔神已经追去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可是你，宁夜，你别傻了。以我的身负重任，今日若要留下一个人的话，这个风头应该由我来出。
相信我。记者。纪泽。这根凤铃送给你，里面汇集了我的神力。无论你到天涯海角，只要你想见我，它就会立刻带你来到我身边。把血骨交给我。除非你从我的尸骨上踏过去，否则你休想。楚皇，你现在就把血骨交出来。只要血骨到手，我就能成为魔神。届时我成了3界之主，这天下我可与你共治。地面，我原本以为你是被魔神蛊惑，才丧失了本性。现在你却告诉我，你要血骨，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我们。你是凤凰族神女，若是我不能成为3界之主，我如何配得上你？可笑！你莫再拿我做你卑鄙野心的借口，让我觉得恶心。堂堂雨神，竟然在吴的魔域当起了小偷，真是出乎意料。